张大哥的脸色涨得通红，他指着妹妹好办吧，天才说出话来。我怎么折腾了？我是为了婉宁好。你平时又不太出门，认识的人少，指望你自己挑女婿。婉宁什么时候能嫁出去？你让婉宁自由恋爱吧，她工作那么忙，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，只有靠我们这些长辈为她操操心。我为了她的婚姻大事，到处结交人，谁家有年轻小伙子的，我就厚着脸皮去打听，我容易吗？我又没有介绍那些混混给婉宁。虽说我介绍的那些男孩子没有他公司贵客那么优秀，但也不算差的。你婆家除了有钱还有什么？人丁意志单薄，婉宁上无兄姐下无弟妹，不找家里兄弟多的谁肯上门？上门的男人太优秀的话，你们又洋房着了。像唐家小子这种男人就最适合婉宁的，他不会太差，也没有太好，进了富家门挑不起事。婉宁能压制住他，唐家人丁旺，唐家小子进了门，跟婉宁3年就能抱俩，壮大你们富家的人丁。我全都是为了你们富家好，现在反而怪我多事了。换做以往，他这样说，妹妹早就慌了神，然后向他道歉，他说什么妹妹就听什么。但今天富太太没有那样做，她等大哥吐槽完了，说道：大哥，这是我公公让我带给你的话，你也知道在我家里是我公公和婉宁说了算，我只管内宅的事，其他大事我有时候连知道都不知道。我没有说大哥不是为了婉宁好，但是婉宁挑剔大哥介绍的相亲对象，婉宁都不喜欢大哥，以后就不要再折腾了。我公公看中了周总，给周总和婉宁制造毒，处的机会了，先看看吧。张大哥黑着脸说道，若是他们俩没有擦出感情的火花呢？婉宁年纪不小了，过了年就29岁，离30岁不远，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属于大龄剩女，难道真的由着她不嫁人做试管生娃吗？未婚的女孩子想做试管生娃也难吧？傅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，大哥，你知道我一向智商不高，这些事让人头痛得很，我就不去想了。总之我公公说了，婉宁的婚事不用我们管，我们就不要再管，没有人比我公公更疼婉宁了，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婉宁好，真正的没有私心。我也管不了婉宁的事，孩子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又是成年人了，管着那么大的公司，他各方面都比我这个当妈的强，所以我不想管了，随便他吧，他想嫁就嫁，不想嫁就不嫁，他要去做试管生娃，我也不反对，反正也是他的孩子，跟他姓傅又不跟我姓张，他需要我帮忙照顾孩子，我就搭把手，不需要。我乐得轻松。张大哥瞪着妹妹，总觉得今天的妹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但是妹妹抬出了亲家老爷子，他又不好真的掀桌，惹毛了老爷子，张家就真的完了。张太太悄悄碰了碰丈夫，提醒丈夫不要和小姑子吵架，伤了兄妹感情。傅家一老一小都不好拿捏，唯独这个小姑子能拿捏住，伤了兄妹感情以后，小姑子都不往娘家拿东西了，他们想吃点高级的补品，就要花自己的钱了。张大哥压下了怒火，缓和了脸色后对妹妹说道，行吧，既然老爷子那样说了，那我们也不操那个心了，反正我做那么多，婉宁都不领情，反而觉得我这个大舅想算计他，吃力不讨好的事，若不是他亲舅舅谁想干？那个周总既然来了东城，叫婉宁把他请到家里来，我们过去瞧瞧，瞧瞧他到底有多优秀。傅太太说道，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叫大哥过去瞧一瞧，我也没有见到他本人，只看过相片，看相片他的确帅得人神共愤。宛城的战家陆家大哥应该听说过的，没有听说过的话，出去随便打听一下，或者网上搜一下，就能搜到了那些大豪门是什么家风，大家都知道的，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周阳是由他小姨带大的，他小姨带给他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周阳的人品肯定没问题。宛城的那几家顶尖豪门，张大哥听说过无数次了，特别是战家，多少人对战家那是羡慕嫉妒恨。富有家风，正人丁旺，而且各个小辈都培养得很好，没有出过二世祖家里有女儿的做梦都想和战家结亲。张大哥嗯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傅太太在娘家待了1个多小时便走了，大了
早留他吃晚饭，他都拒绝了，说要回家照顾老爷子，老爷子不舒服。张太太送小姑子出门，对小姑子说道：咦，曼，你大哥没有坏心思的，他是真的心疼你和婉宁。老爷子还活着，还有个人给你母女俩遮风挡雨。可老爷子年纪大了，他还能活几年？若是老爷子走了，傅家就只有你母女俩。咱们女人在这个世道讨日子，还是容易受到欺负的。我们都是心疼你们，也是想给你们撑腰。若是婉宁找的男人太厉害的，咱们家都斗不过他。怎么给婉宁撑腰是吧？你大哥是想了很多很多的，并非是他故意给婉宁介绍能力一般的男孩子。强强联手看似很好，其实都是强势的人，很容易吵架的。吵了架，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肯低头，夫妻关系就会受到影响，早晚会离婚晚。宁强他的另一半就要弱一点，婉宁弱的话，他的另一半强一点就好。当然啦，咱们还是希望婉宁属于强势的那一方。没有儿子的家庭托举自己的女儿，都不要轻易托举女婿，怕托举了女婿后，女婿会甩了自己的女儿，那样就亏大了。傅太太说道：大嫂，我又没有怀疑大哥不好，只是你也知道我在家里说不了话，管不了外面的事。婉宁这孩子怎么样，你们也清楚。我这个当妈的若不是怀她一回，她连我的面子都不会给。女儿出生后是公公抱去养，是公公带，是公公教导，她这个当妈的就是闲时逗逗女儿玩了，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，也是公公怕她养歪了女儿。张太太知道外甥女的行事作风，理解得到。姨曼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又没有生气，更不会怪什么，你回去好好照顾老爷子。婉宁的婚事由老爷子操心，我们也放心了，他老人家的眼光更好。不过那个周总，咱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。宛城战家好，不代表他就好，有些人是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，咱们不打扰任何人，私底下过去了解了解。傅太太说道：这些事我公公会去做的，他视婉宁如眼珠子，事关婉宁的终生大事，他不会大意的。他吃盐多过我们吃的米，他看中的人，我相信是真的优秀。也是，那咱们不操那个心了。你开车慢点，叫你留在这里吃饭，你又着急回去。老爷子不舒服，我是要回去看看的。张太太又点点头，叮嘱了几句，看着小姑子上车，开车远去了，她才扭身回屋里去。回到屋里，见丈夫坐在沙发上抽着烟，她走过去，挨着丈夫坐下，说道：你别老抽烟，对身体不好，心情不好，抽抽烟解解闷。你说我怎么会有婉宁那么倔的外甥女？那么多的外甥，就她不给我这个大舅面子。张太太说道：谁叫咱们家生意不行了，要靠着人家傅家过日子呢？不是生意的问题，是性格，婉宁的性格倔得很，她决定的事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她又是傅老爷子养大的，跟他妈都不算亲近，更不要说跟我们这些舅舅了。你知道变好她的婚事，咱们别插手了。没用的，她不听咱们的，你老插手她的婚事，反而惹她厌烦。一旦老的不在了，她跟咱们翻脸。张大哥脸色不好看，我是他舅舅，他敢翻脸？你可以试试看，他敢不敢跟你翻脸？连他亲妈的面子，他都敢不给呢，你当舅舅的算老几？张太太叹着气，她眼光高，也清醒得很，知道很多男人接近她，不是真的爱她，而是冲着傅家的家产去的。不是品性很好的男人，他都不会要生孩子的事。他都说过他做试管了，我这不是想为我们张家找条长久的路吗？若是他嫁给我介绍的男人，我既是舅舅又是媒人，双重关系，他就不会轻易砍掉与我们张氏的合作。我是他舅舅，多少还有点面子。若是我现在没有安排好后路，等我退下来了，咱们的儿女背在他那里就更说不上话了。傅婉宁跟他的表兄弟姐妹们关系也是淡淡的，来往不多。张太太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老张，我觉得我们不要插手婉宁的事，更好一点，这样不会惹毛他，不会得罪他，他多少还会念点亲情。咱们老是插手他的事，惹他不爽得罪了，他在现在看在老一辈的份上不动我们张家，一旦老的不在了，一慢拦不住他的。
你介绍给他的相亲对象？凭良心讲，你是选的好男人吗？张太哥噎了噎后说道，那些男孩子就是能力差点，家世差点新花点而已。他性格强势，真正优秀的男人谁肯上门？婉宁不丑，但也没有太惊艳，我都怕他手不住婚姻弱势一点的男人，他才管得了。我都是为了他好。亲家老爷子给他相中的周总，人家那么优秀，会喜欢他吗？男人有几个不在乎外貌的？张太太说道。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？人家可以强强联手，你也说了，咱们婉宁又不丑，她是耐看型的，越看越好看。她平时不太爱打扮，其实她精心打扮的话很漂亮的。她这样的条件优秀的很，说不定那个周总就喜欢她这类型的呢。我担心的是，人家未必肯上门。婉宁是不可能嫁出去的，她是招婿的。就是了，优秀的男人谁乐意上门？多少上门女婿过得很委屈的呢，还不是跟我们女人嫁人一样的？女人在婆家过日子不委屈？老张，你别太双标了。姨妈回来说了那些话，你听她的就是。你慢慢想吧，我出去一趟。张太太说着起身上楼换了衣服，化了个淡妆，挽着她的名包出门了，留下丈夫一个人在家里生闷气。舅舅家里怎么样？傅婉宁不知道，她回公司忙着工作。傍晚时分，周阳打电话给他，傅婉宁接了他的来电。傅总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了，你可以下班了吗？傅董发了宴会地址给我，叫我来接你一起。还有你的晚礼服，傅董让我给你带过来。周阳话里带了点无奈。傅董可以直接让人将晚礼服送到公司给傅婉宁的，让傅婉宁在他休息室里换衣服就行。可是老人家却让人送到陆氏的分公司去交给他，让他给傅婉宁送过来，说他要过来和傅婉宁会合的，顺路帮傅婉宁带完礼服。老人家的意思有多明显？周阳这么聪明的人岂有不知道的？他没有拒绝，也是想尝试一下爱情的滋味。他和傅婉宁挺聊得来的，也能相互理解，对方不会因为彼此工作太忙找茬。只是傅董也太心急了点儿。哎，老人家都这样吧，都爱催婚，好像他们30好几没有结婚就犯了天条似的。傅婉宁皱了一下眉，说道，以往出席宴会我都不穿晚礼服的，她习惯了穿西装，很少会穿晚礼服。穿裙子，她觉得行动受到限制，不如穿西装方便。我还有2份文件未处理好，我让秘书出去接你，麻烦你等我一会儿了。周阳笑着，没事儿，我等等可以。晚礼服是你爷爷叫我带过来的，既然带过来了，那你就换上吧。傅总平时总是西装革履，我也想看看傅总换上晚礼服时何等的惊艳。傅婉宁笑一下，我就这样的颜值，穿什么衣服都改变不了，不会惊艳的。说句实话，他的颜值不如周阳的高。你这样的颜值怎么了？我觉得傅总很好看呀。周阳是真的觉得傅婉宁很好看，